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能通鉴。皇帝登上天子之位以后，把25个儿子都分封到了地方去做诸侯，生前没有确立任何一个儿子做继承人。安排完国家大事之后，皇帝在河南首山大量开采铜矿，然后带着开采的铜矿到金山铸造宝鼎。宝鼎铸造好以后，用宝鼎炼制仙丹，仙丹炼制好以后，皇帝就消失了。不仅皇帝消失了，皇帝身边一些近臣也一起消失了。传说皇帝炼好仙丹以后，当即服下，不到1时3刻便突破瓶颈，修仙成功。只见凭空之中彩云飞翔，仙乐袅袅，仙界的接引使派了一条龙作为坐骑，驮着皇帝飞升而去。皇帝身边的一些近臣也争先恐后的爬上去，大家一起飞升仙界。皇帝飞升以后，大臣左侧寻找了一些皇帝生前用过的衣服、帽子以及随身物品，将这些东西送往陕西省黄陵县乔山，在这里给皇帝做了一个衣冠冢。人真的可以肉身成仙？皇帝难道真的飞升仙界了吗？很多历史学家本着实事求是、客观的态度，认为皇帝应该是死在了金山这个地方。但是为什么民间却说皇帝乘龙升天了？司马迁觉得乘龙升天太不可思议了，所以他觉得皇帝应该是死在了金山。但是如果皇帝死了，为什么埋葬的时候没有尸体，只有衣服、帽子和随身物品，还要千里迢迢的送到陕西黄陵去埋葬？皇帝能够长期离开首都去地方筑鼎炼丹，那么皇帝的身体状况必然是非常好的，而且皇帝身边有专业的医疗团队，所以皇帝绝不可能是病死。那么有没有可能皇帝是被人杀死了呢？皇帝死后谁登上了天子之位？谁得到的利益最大？毫无疑问是罗祖、乙玄霄和封后。乙玄霄是皇帝的长子，被皇帝赐姓乙，名字字玄霄，分封在他舅舅封后伏羲氏诸侯的旁边。乙玄霄的母亲是皇帝的正妃，名叫罗祖，他的舅舅封后是皇帝的宰相，可谓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罗祖和封后来自于强大的伏羲氏诸侯，皇帝征战天下得到了封后、伏羲氏诸侯极大的帮助，因此皇帝升天后，封后便开始给自己的外甥乙玄霄做政治宣传，说乙玄霄的母亲罗祖生他的时候，看见大星如彩虹下临华柱，受到了上天的感应，生下了乙玄霄，得到了天道之金德。华柱，华是华胥的意思，柱是水中陆地的意思。华胥在今天的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，是伏羲氏和女娲氏的家乡，也是中华华夏的华字之来源。韩宣传说他从舅舅母亲那里学到了第一代伏羲氏的真传，才能卓著，应该继任为天子。因为第一代伏羲氏被人尊称为太昊，封后等支持乙玄霄的诸侯便尊称乙玄霄为少昊，也就是小伏羲的意思。各路诸侯和皇帝其他24个儿子明知道封后以势压人，但是迫于伏羲氏诸侯的强大，大家敢怒不敢言，只能任由他登基称帝。由于皇帝飞升之前没有确立继承人，第二世继任的乙玄霄由母亲舅舅做政治宣传，推举上天子之位，这也就成了禅让制的开端。后面一直到夏启之前，每次天子老去以后，诸侯们都会各显所能，纵横捭阖，推举政治势力最大的一位皇帝子孙担任天子。禅让制也就成了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政治制度。很明显，罗祖、乙玄霄和封后是天然的政治联盟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举乙玄霄登上天子之位。假如他们3个已经多次暗示，希望皇帝将乙玄霄立为继承人，而皇帝却一直没有同意，会不会是他们3个人在皇帝筑鼎炼丹的过程中，悄悄地一点一点调换了皇帝身边的亲卫，慢慢地安插上他们伏羲氏的人，最终在皇帝忙于炼丹的时候突然发难，杀死了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宗臣和侍卫。杀死皇帝以后，皇帝以及侍卫的尸体有明显的伤痕，如果不处理，别的诸侯一定会找到证据，这必然是灭族的大罪。尸体上的刀剑创伤，这些是无法掩饰的。最后他们想到，皇帝一直在筑鼎炼丹，何不就布告天下说皇帝炼丹成功了，服了仙丹之后肉身成仙，乘龙升天了？这个猜测有依据吗？绝大多数史学家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，即使心里怀疑也不敢说出来。
所以他们会巧妙地用一种冲修笔法。他们是怎么做的？司马迁在帝王列表里面把乙玄霄删掉了。虽然乙玄霄做过天子，但是史学的笔在司马迁手里，司马迁怀疑他曾经干过这样不忠不孝的事情，但是没有证据，所以就把乙玄霄从帝王列表里面删掉。你有没有当过天子？你说了不算，史学家说了才算。乙玄霄称帝以后，他的母亲和舅舅逐渐衰老，离他而去，失去了丰厚的庇佑，诸侯们渐渐的胆子大起来，很多诸侯公开宣称不承认乙玄霄的天子之位，但是双方都很克制，没有发生战争。乙玄霄也渐渐的老去，他没有合适的儿子做继承人，因此他把天子之位传给了自己同母亲兄弟昌邑的儿子季传须。季传须的母亲是蜀山氏的女儿，叫做昌蒲。昌蒲生季传须的时候，看到北斗七星第7颗星的星光如长虹一般穿过皓月，于是得到感应，在弱水这个地方生下季传须。季传须的祖母是罗祖，舅爷是封后。季传须继任天子之位，得到了伏羲氏诸侯的认可。季传须10岁的时候被确立为乙玄霄的继承人，20岁的时候乙玄霄去世了，季传须登上天子之位，大家都说他得到了天道之水德。季传须的首都最初在高阳，后来迁到了河南商丘。高阳也就是河南省开封市祁县高阳镇，所以大家尊称他为高阳氏。这个时候气候已经变得非常炎热，终年暴雨不断，比现在的热带雨林降雨还要多。中原大地洪水肆虐，黄河上游的青海由于地震掩塞了黄河河道，整个青海、甘肃、宁夏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。封地在黄河上游负责治水的蒋共工，负责堵塞防范海拔2000多米的青海堰塞湖，劳苦功高。他还得到了一些诸侯的支持，希望能够登上天子之位。但是蒋共工是炎帝禹往的4世孙，属于神农氏诸侯，而不是皇帝有熊氏诸侯，因此没有得到大多数诸侯的认可。为了争夺天子之位，蒋共工出兵和季传须展开了大战。双方的战场在不周山周围，战场暴雨倾盆，双方正在激战之时，忽然听见雷声响动，一条黄褐色的巨龙自西向东奔涌而来，原来是青海的堰塞湖决堤了。双方来不及打战，慌忙向高处逃去。季传须和少部分人侥幸逃命成功，共工和大部分人都被洪水席卷，送入大海，不知所终。双方争夺天子的大战就这样突然落幕了。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治水。季传须在政治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平衡。首先，他任命自己的伯父乙玄霄的4个儿子，乙仲为木正，乙该为金正，乙修和乙羲先后担任水正。又任命原炎帝神农氏诸侯共工的儿子巨龙为土正，大家齐心协力共抗洪灾。这样在政治上，季传须得到了伏羲氏、神农氏以及前任天子乙玄霄家族的共同拥戴。季传须在年老的时候，最后任命了自己的孙子季离担任火正，季离因此也被叫做祝融，这就凑齐了金木水火土5官。季传须20岁登基，在位70年，一直活到98岁。他分封的诸侯遍布亚洲，朝鲜和韩国就认为他们的祖先高句丽王族就是季传须的后裔。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季传须就是基督教中耶稣的原型。季传须年老之后，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和各路诸侯积极磋商讨论，最后选择了自己伯父乙玄霄的孙子，自己堂弟季交吉的儿子季琼。季琼称帝后被尊称为帝喾。帝喾从小就很聪明，15岁的时候就被季传须提拔为自己的助手。他的封地在新，也就是河南省商丘市绥阳区，因此被尊称为高辛氏。季传须去世以后，葬在河南濮阳。帝喾继承帝位，时年30岁，被认为得到了天道之穆德，因此崇尚黑色，都城建立在亳，也就是河南偃师。帝喾的正妃娶了神农氏诸侯有台氏的女儿姜原，有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武功或者眉县。姜原与帝喾近似上帝时，生下了儿子季契。季契在顺帝时期担任后继，也就是农业部部长，他的后裔建立了周朝。帝喾的次妃是有松氏的女儿，名叫简狄。简狄名字中的狄字代表他有北方游牧部落的血统。传说有松氏的地方非常遥远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写道：望瑶台之眼见兮，见有松之一女。
曾经幻想以真鸟为媒，求娶有松氏的美女，但是没有得偿所愿。唐朝李商隐的《宗元作》一诗中写道：有松未抵瀛洲远，青雀如何真鸟眉。有松氏简狄在祭祀求子的地方祈祷，出现飞燕环绕的祥瑞，而生下儿子季谢。季谢在顺帝的时候担任司徒，他的后裔建立了商朝。帝喾的第3个妃子是承封氏的女儿，名叫承庆都。承庆都看到赤龙的祥瑞，生下了季尧，季尧也就是陶唐氏尧帝。帝喾的第4个妃子居兹氏的女儿名叫长仪，生下了季至。帝喾年老之后，不顾诸侯的反对，强行推举自己最爱的第4个妃子居之氏的儿子季至为继承人，想把天子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。这种做法破灭了其他诸侯想成为天子的梦想，诸侯们个个愤愤不平，都有了反叛的想法。好了，今天的通鉴就到这里。最后，诸侯们是否能把季至从天子之位上拉下来，请看下一话。